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持续2年的巴以战争真的要结束了？巴以冲突这个困扰世界80年的难题真的要解开了？中东和平预言着人类下一步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阶段？10月3日，在川普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哈马斯终于做出了回应。面对哈马斯的这个玩弄语言艺术的回应，网上和政界的评论快速划分为两派。一派人认为这是哈马斯愿意接受川普和平计划的表现，是中东走向和平的第一步。但是另一派认为这是哈马斯在玩缓兵之计，他们并没有真的想放下武器，退出中东政坛。虽然人心叵测，但是人类社会的运作从宏观上却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基于各方消息，用一个理性的视角来推演一下中东的未来以及它对人类未来的意义。在做任何分析前，我们应该先从最根本的事实出发，避免以讹传讹。在这个事件中，第一基本事实就是哈马斯的那个回应。抛开回应开始的一系列废话，其核心部分的原文是这样的：为实现战争的结束和以色列军队从加沙的全面撤出，本运动宣布同意按照川普总统提出的囚犯交换方案，释放所有人质，无论生者还是遗体，并创造落实这一协议所需要的实际条件。在这一框架下，本运动重申愿意通过调解方立即进入谈判，讨论具体细节。另外，本运动在此同意将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由独立人士、技术官僚组成的巴勒斯坦机构。这一机构将基于巴勒斯坦民族共识，并得到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支持。至于川普总统方案中关于加沙地带未来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基本权利的其他部分，则必须基于相关国际法和决议，在一个全面的巴勒斯坦民族框架内讨论。哈马斯将作为这一框架的一部分参与其中，并承担全部责任，做出贡献。一句话概括，哈马斯在声明中有条件地答应了2点，但也婉转地抵触了川普和平计划中的1点。答应的2点是：一、交还全部人质；二、把加沙行政管理权移交给一个独立技术官僚机构。抵触的1点是哈马斯未来在加沙的角色。在川普提出的20点和平计划中，其中第13点明确指出，哈马斯在未来加沙的治理中不扮演任何角色，无论是直接、间接或任何形式。但是哈马斯在回应中却表示，他们还是想参与到加沙未来的框架中。这里我和观众做一个心理游戏，试想你现在处于川普这个位置上，面对哈马斯这样的不清不爽的回应，你是会强调哈马斯答应的那2点呢，还是要强调他抵触的那1点呢？我本人认真逐条研究了川普的20条和平计划，然后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我会选择关注哈马斯接受的那2点，因为哈马斯答应的2点正是让川普和平计划能够往前迈进的关节点。哈马斯目前依然扣押的以色列人质，一直是造成以色列内部对加沙战争民意割裂的关键点，也是哈马斯手中仅剩的让以色列军队有所顾及的关键筹码。哈马斯非常清楚这点，因此当哈马斯做出放弃所有人质的这个决定之时，这本身就意味着哈马斯内部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方向性的决定。当然，哈马斯以人质目前分散在不同武装派系手中为理由，希望给他们时间和条件来实施这个人质囚犯交换计划。有人认为这是哈马斯又在耍花招，其实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目前加沙地区的现实，考虑一下哈马斯整个组织的构架在过去2年被摧毁的情况，我倒不认为哈马斯提出的这个理由完全是一个拖时间的借口。哈马斯答应了第2点，也就是放弃他对加沙的行政管理权。根据目前加沙的状况，这个回应更多是象征性的。毕竟在遍布以色列军队的加沙地区，哈马斯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加沙的行政管理权。不过它虽然只具备象征性意义，但也不完全没有意义。
在川普的20点和平计划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停战后在加沙地区建立一个叫巴勒斯坦过渡委员会的技术官僚机构，对加沙实施日常行政管理。这个机构不归属任何党派，而且这个委员会要接受以川普为主席的和平委员会的监督，并以此决定外界对加沙和这个机构的资助情况。在这次加沙战争前，哈马斯毕竟是加沙的掌权者。如果哈马斯就是坚持声称他们依然对未来的加沙有管理权，不管这个说法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哈马斯坚决不放弃的这个状态，就可能让旧巢复辟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这个巴勒斯坦过渡委员会的头上，给未来一些对这个委员会不满的人提供一个反抗的说法。这就像清朝最后的时刻，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各路革命军纷纷起事，中国各省纷纷响应时，紫禁城里的6岁小皇帝溥仪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中国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还是要求溥仪的养母隆裕太后代表溥仪颁布了一个宣统帝退位诏书，正式宣布清朝结束统治，将政权移交给袁世凯组建的共和政府。袁世凯要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名正言顺的说法，而名正言顺其实是一个人类的普世概念。因此哈马斯答应了这2点，给双方停火和组建过渡委员会提供了基础条件，是实施川普和平计划的当务之急。那么至于哈马斯抵触的川普计划的那一点，就是他们在加沙未来的角色问题，这一点显然是对以色列非常关键的，但是那毕竟是可以在下一步讨论的问题。哈马斯当然会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拥有武器，能够在未来的加沙拥有权利，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未来他们能否真的说了算，那可不是以他们的意志决定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是需要实力来填充的。在我看来，在川普的和平计划中，设立了至少3条保险阀，分别从资金、制度和军事3个方面来防止哈马斯或类似的组织重新在加沙地区掌权。首先是资金方面，川普的20条和平计划是得到中东一众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其中就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让哈马斯放弃武器、退出中东政治舞台的内容。这些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都是加沙地区的主要金主，换句话说，就是哈马斯背后的金主。在未来的加沙和平框架中，他们更是加沙重建的核心金主。他们已经同意了川普提出的不让哈马斯未来在加沙参政的条目，因此在未来加沙的权力构架中，哈马斯大概率就是个没钱的乞丐。哈马斯过去在加沙招兵买武器，组建一个数万人的武装力量，那都是用钱堆起来的。如果哈马斯从此再也没有钱给士兵发工资，那么那些愿意纯粹为哈马斯理念而无偿卖命的人，可能连1/10的比例都没有。第二，是从制度层面防止哈马斯再次掌权。目前很多加沙普通老百姓对哈马斯给他们带来的战争也已经是非常厌烦了。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在川普的和平条件公布后，有人采访了加沙地区的群众，很多加沙的老百姓回应非常简单，我们只希望战争立刻停止。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后，巴勒斯坦人却在2006年1月25日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选举中选择了哈马斯，让哈马斯赢得了多数席位，让哈马斯首次通过民选获得了加沙的控制权。20年过后，巴勒斯坦人得到了什么？封闭和战争。很多巴勒斯坦人其实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只是害怕哈马斯的暴力统治而不敢公开表态而已。就这，川普团队对经历过2年战争的加沙民意还是不信任，因此川普在他的和平计划中强调，巴勒斯坦过渡委员会就是个技术官僚机构，不隶属任何党派。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就是为了防止哈马斯这样的组织再次钻民意和民主机制的空子。这个设计就是在告诉巴勒斯坦人，未来一段时间加沙的管理机构不是由你们选出来的，历史上已经给你们一次机会了，你们自己搞砸了，这次就不要怪国际社会暂时不信任你们的自我执政能力。
在川普和平计划的框架下，在未来一段时间，加沙的管理会更像一个公司，以川普为主席的和平委员会就如同这个公司的董事会，而那个过渡委员会就是这个董事会指派的公司 CEO 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这就从制度上进一步减少了哈马斯再次控制加沙地区的可能性。川普防止哈马斯再次掌权的第3道保险是在军事和武装层面。为了保证巴勒斯坦过渡委员会在管理加沙方面的权威，在川普的和平计划中还提出了要组建一个临时国际稳定部队，部署到加沙，成为稳定加沙地区的长期安全解决方案。这个国际稳定部队的一个任务就是培训和支援重新组建的加沙巴勒斯坦警察部队。这个警察部队的人员的录用要经过严格审查。另外，这个部队将和加沙接壤的以色列和埃及全面协同，在防止军火流入加沙的同时，保证重建所需的物资快速通关。因此，哈马斯未来能否真的如他们梦想的继续控制加沙，其实不是哈马斯自己说了算的。如果阿拉伯国家和川普全面配合，成功实施了我们上述提到的川普和平条件中的那些条款，哈马斯能够在加沙真正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其实不大。也就是哈马斯在他们回应中抵触的那个条款，完全可以暂时忽略或搁置。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川普会那么高调地肯定哈马斯的回应。川普在第一时间就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根据哈马斯刚刚发表的声明，我相信他们已经为持久和平做好了准备，以色列必须立刻停止轰炸加沙地带，以便救出人质。随后，川普还在白宫发表讲话，表示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在许多方面也许是史无前例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一切将如何收尾，我们必须把最终的文字落实得清清楚楚。据说川普做出这个回应，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搞了一个措手不及。内塔尼亚胡对哈马斯回应的解读是，这是哈马斯对川普和平计划的公然拒绝。但是就在内塔尼亚胡还在寻思什么时候给川普打电话，要川普不要把哈马斯的回复错误解读为积极回应的时候，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的帖子就在全网传开了。有人评论说，这是川普急于求功的个性再次的展现。一个叫扎肯的以色列记者在网上却发布了一个他获得的内部消息。他说，和哈马斯直接斡旋的调解人员向川普总统转达说，哈马斯将接受川普计划的所有条款，他们将确保谈判朝这个结果推进。一名熟悉会谈的外交消息人员告诉我，这是川普迅速对哈马斯回应做出正面表态的背景。这个消息暗示，哈马斯回应中的一些说法也许只是哈马斯在最后给自己留一点面子的做法。川普在最近和内塔尼亚胡召开的关于中东和平联合记者会中，透露过一个他的决策过程的内幕。他在第一任时决定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他知道这个决定一定会遭到大多数国家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于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他故意以忙为理由暂时不接各国领导人的电话，然后就公开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了美国迁领馆的决定。宣布后，他才给各国领导人一一回电话，过程中故意装傻充愣，说你们为啥不早点问我，现在太晚了，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基于川普有这样的前科，我不排除川普这次也是在玩同样的花招。他知道内塔尼亚胡对哈马斯从根本上不信任，认为从肉体上消灭哈马斯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于是川普就先把他的态度在全世界公开，然后他再去和以色列谈话。随后川普就发推文说，我的代表们今天就加沙问题与以色列方面进行了长时间且富有成效的会晤，以色列已经同意敲定为期60天的停火所需的条件，在此期间我们将与各方合作结束这场战争。与此同时，以色列媒体说，在川普呼吁以色列停止轰炸加沙后，以色列政府领导层已下令军方暂停夺取加沙市的军事行动，
媒体还报道说，在以色列和美国官员通宵会谈后，以军发布命令，要求各个部队除非是被迫防御，其他军事行动都要降到最低限度。以色列国防军高层宣布，所有以军军事力量将转移到南方军区，以保障部队的安全。这一切都是为川普和平计划的下一轮谈判做准备。在得到以色列军方同意配合川普的决定后，川普再次发推文表示，我感谢以色列暂时停止轰炸，给释放人质和推进和平协议创造机会的这样的做法。哈马斯必须迅速行动，否则一切都将不作数。我不会容忍拖延。很多人认为哈马斯会拖延，我也绝不会允许加沙再次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尽快完成，每个人都会受到公平的对待。就在这一来一往中，川普让我们看到了他是如何在短短1天内通过和各方的斡旋，让持续了2年的加沙战争快速进入暂时停火的状态，还有下一步各方应该如何做等等。整个过程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都看得一清二楚。自从今年初川普上台后，我为什么比较喜欢聊川普相关的新闻？一方面当然主要是因为川普的一举一动都在主导着美国的未来，影响着世界的未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分析川普的时政实在是太爽了。此前分析中共高层政治时，那几乎完全是靠网上传闻和各种猜测，一不小心就被人说成是听床师。但是分析川普的新闻那就截然不同了。川普是美国总统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人，但是他本人却把自己向全世界全公开，活成了一个透明人。他会把他的各种想法都公开出来，要么是在网络平台上直接公布，要么是通过和媒体的接触自己说出来。有人说他这是在世界舞台上表演政治秀，也有人说这是他在利用世界舞台传递政治信息，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不管川普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对于我们这样的时政评论人员来说，至少我们不用在基本事实上再玩猜谜游戏了。我唯一需要的就是根据大量的事实进行分析就行了。这种情况让我分析起来心里就很踏实。那么中东未来真的出现如川普所说的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在和平问题上，我发现我总是一个理想主义加乐观主义者。如果一定让我量化预测一下未来，我感觉大约有60%的可能性，这次停火真的可能成为加沙地区和平的起点。让我如此乐观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川普提出的20点和平计划设计的非常好，从近期的停火和交换人质到远期的加沙地区的长治久安，方方面面考虑的既合理又全面。从我在前面分析的计划中针对防止哈马斯这样的黑势力在加沙地区东山再起的那些设计，你就可以看见一斑，这里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第二个原因是以色列过去这2年在战场上的经验表现，加沙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不得不认可以色列的强大，形成中东各国不得不从内心接受以色列存在的这种心理基础。在过去2年，哈马斯已经完全被以色列打残了，哈马斯的高层已经换了3到4轮了，中层也基本在战争中被消耗殆尽了。目前哈马斯的武装人员多数是一些没有什么战斗经验的年轻人，整体上已经是一个没有完善的协调能力的乌合之众的状态了。哈马斯的兄弟以色列北面的黎巴嫩真主党也被以色列基本打残了，真主党的高层和中层不是死就是伤，也基本上被以色列给换了一轮。在以色列的打击下，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影响力都在大幅削弱。黎巴嫩政府确实正在推动消除真主党的武装力量的行动。黎巴嫩新总统奥恩上台后，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居然对真主党提出了削藩的要求，要消除真主党的武装力量。据说黎巴嫩政府已经制定了一项还没有公开的让真主党缴械的计划，该计划希望通过黎巴嫩军队来实施。据说美国这边已经批准了2.3亿美元专门援助给黎巴嫩安全部队，逐步削减真主党这样的强大民间武装团体的武器装备。在真主党被以色列重创前，
真主党在黎巴嫩那是政治和军事全面碾压黎巴嫩政府的存在。实施这样的削藩计划，对黎巴嫩政府来说，此前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就连哈马斯的老大哥伊朗，在过去1年也被以色列给打得满地找牙。2025年6月13日开始的以色列和伊朗的10日隔空战争，让伊朗的外强中干展现无遗。伊朗的整个防空系统在以色列的空袭中完全成了个摆设。以色列对伊朗实施连绵不绝的空袭，对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军事据点和其他重要政治目标实施了持续的轰炸，炸死众多伊朗革命卫队高官和多位伊朗核武器科学家。伊朗却没有任何抵抗能力。10天中，面对以色列数千架次飞机的狂轰乱炸，伊朗居然没能成功击落哪怕一架以色列军机。这场战争不但把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拖后了数年，更让以色列从此对空袭伊朗充满信心，公开扬言以后伊朗如果再敢用什么核武器威胁以色列，以色列对伊朗说炸就炸，毫不含糊。看见反以色列同盟老大哥伊朗都被以色列这么虐，说哈马斯这些小弟内心没有挫折感，那是骗人的。所以过去2年以色列展现的这些军事实力，让我感觉此时的中东已经不是2年前的中东了。以色列用实力换和平的国家策略，很可能成为这次中东和平进程的底蕴和背景色。那么第3点让我有信心的地方，就是川普的影响力和他的结盟能力。美国和欧洲各国领导人在过去80年尝试用过各种方式来实现中东和平，但最终都失败了。原因很多，但至少其中一个原因是，从来没有一个和平牵头人能有川普目前这么大的个人影响力。而且川普的影响力是针对以色列和中东阿拉伯各国双方的。前段时间川普的中东之行，中东各国对川普都是以最高级别的礼遇来接待。而川普和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之间，他们的信任已经超出了一般2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那基本上就是大哥和亲密小弟的关系。6月份在和伊朗的战争中，现在对加沙的战争中，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对川普的2次停火要求都是言听计从。为什么？就是他们之间建立的那种少见的信任感。以色列相信川普不会出卖以色列国家安全这个以色列的根本底线，这样的信任在国际关系中是非常少见的。川普这次提出的这20点中东和平计划，能够得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的全力支持，川普的个人影响力发挥了关键作用。多方消息表示，面对川普的和平计划和最后通牒，所有和哈马斯关系紧密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卡塔尔、埃及等国，都在向哈马斯施压，威胁哈马斯说，如果你们这一次拒绝川普的这个和平条件，以后无论是从经济、政治或国际舆论上，你哈马斯和加沙人都别再指望我们了。这样的表态几乎让哈马斯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川普的影响力还体现在他能组建一帮很能干的团队。在中东问题上，川普总是不拘一格，反复重用他的女婿库什纳。原因就是库什纳在中东问题上真的是既懂人又懂事。川普能提出那个让以色列和阿拉伯诸国都能接受的和平计划，库什纳立了大功，在设计那份和平计划中起了关键作用。就在我做节目前，媒体报道说，川普已经派他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前往埃及，主要目的就是敲定一项有关释放人质的详细协议。尽管以色列和哈马斯对川普释放全部人质的方案都表示支持，但双方在实现细节上依然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而释放全部人质是川普整个和平计划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川普派这个高规格代表团去参加这个协商，明显是在用这个方式来表示，川普他希望谈判双方都本着一定要谈成的心态走向谈判桌。当然，围绕着以色列生存的中东纷争已经持续了80年，成为现代人类地缘政治中最棘手的难题。连绵不绝的战争，几代人的仇恨，注定了这条走向和平的道路非常艰难。因此，就是我这次总体感觉乐观，
我也不得不承认，还有40%的可能性无法实现川普憧憬的那个长期和平。10月4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独家报道揭示了哈马斯内部对于接受川普总统的和平计划条款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尽管哈马斯住在卡塔尔的政治领导层倾向于接受释放人质和交出加沙的管理权等主要内容，但在加沙当地的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却强烈反对解除武装和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哈马斯的军事指挥官坚持要求人质释放必须和以色列从加沙撤军的时间表明确挂钩。另外，我们前面谈到，目前哈马斯在加沙的管理已经碎片化了，已经没有一个全局指挥了，多数都是小股武装力量独立在和以色列作战。因此，有人担心，就是哈马斯领导层最终签署了和以色列的协议，也可能有部分激进的武装人员选择和哈马斯决裂，投奔其他武装团体，继续找机会攻击以色列。如果他们真能在未来再次对以色列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以色列一定会迫于压力再次进攻加沙，让双方再次陷入你打我一拳我踢你10脚的流血死循环中。无论如何，前面我们谈到的各种因素都让我们有理由去乐观展望未来。在过去80年，目前的中东似乎真的是处在一个和持续和平最靠近的关节点。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此再进行详细分析了。不过谈到中东和平进程，倒让我想到了宗教中对相关未来的一些描述。我本人不是基督徒，不过我读过一些圣经故事，在那些故事书中，似乎以色列、中东这些地区的事情，包括战争与和平，都在圣经中被反复提及，并把他们和人类未来的很多命运关联起来。例如，我读过一篇文章，把圣经中有关中东和平和神的归来的各种说法做了一个总结。虽然对这些说法的解读各不相同，但是我理解一个大体的大事件脉络是这样的：首先，中东会出现一个短暂或被宣称的和平和安全，随后却会出现围绕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大战，然后是审判。那么然后呢，神会回归。这里的神的定义根据基督教和犹太教有不同的说法，而人类真正的持久和平，也许只有在神回归之后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